大家好，我是碧兰。现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自己脱画芯需要哪些材料啊。首先需要这把羊毛刷子，3把，一把10公分，一把12公分，一把15公分。10公分的是用来刷浆糊的，这个就是浆糊，用来刷浆糊的。这一把呢是来扫那个水分的，还有一把是贴边用的。第二个呢，需要剪刀，需要小刀片，还需要一个喷壶，喷壶里面装清水。一会儿裱画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纸打湿，就拿喷壶喷水。没有喷壶，拿家里浇花的喷壶也可以啊。然后呢，一把拐尺，或者是这个钉子尺也可以。还有需要准备一卷纸，用来擦边缘的地方。还要准备一个小抹布，也是擦这个浆糊。还需要呢一个搅拌器，这个搅拌器用于把这个浆糊打匀。通常我们浆糊如果用不完，第2次使用的时候它会凝固，我们需要一个搅拌机把这个浆糊打碎打匀。这是一个，还需要一个像这样的这个切割板，像这个绿色的切割板。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当我们作品完成了之后，我们需要把多余的边缘没用的地方需要在这个切割板上把它切掉。如果没有切割板呢，家里的桌面就会被损坏，所以需要一个切割板。切割板买90乘1.2米的或者乘1.6米的就可以。它是像这个切割板是双面的，我们刀在上面切什么东西呢，这上面都不会留下痕迹。主要是这些东西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自己制作浆糊去脱画芯。那么先准备一个比较大的碗，然后呢倒300克的面粉下去。这个面粉呢就是我们平时家里用的这种面粉，包包子包饺子都是用的这种中筋面粉啊。因为我现在在国外，我买的是国外的面粉啊。这个面粉可以做包子、饺子、馒头，还有烤面包，都是用这种中筋面粉。然后我们取300克的面粉倒在这个碗里啊，倒在这个碗里，正好这一袋没了，就是300克。然后我们放一点温水进去，放一点点温水进去，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它揉一揉，适量啊，这个水不要太大，也不要太多了。然后把它揉一揉啊，把这个面粉揉一揉，揉成一个面团就可以啊，揉成一个小面团。为什么要揉呢？因为我们面粉里面还有很多面筋，这个面筋呢，到时候我们需要洗掉的。因为我们熬制这个裱画浆糊的时候不需要面筋，如果不揉的话，这个面筋就出不来。直接拿面粉直接洗，那面筋就全部在我们这个面粉里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一步，需要把它揉一揉，不需要揉得太光滑，你就是捏一捏也行，就这样捏一捏也行。只要这个面呢，形成一坨了，那么它这个面筋就在这个面里面哈，稍微揉一揉，稍微揉一下，这个面筋能形成一团一团的。然后我们洗面的时候，它也是一团一团的。你看揉成这个样子也是可以。然后怎么办呢？放水，放多少呢？那这是300克面粉，大概能放1升的面水进去。那么这一步放面水就是洗面。我们要把这个面进行洗一下，让它的这个面筋过滤掉。所以我们直接放水，放1升的水，你可以放温水。你看就这样洗一洗，这样洗一洗，等会儿面筋全部出来了啊。放1升的水就够了啊，300克面粉配1升的面水。那么这个面水呢，我们是要保留下来的，因为这个面水我们是要拿去熬这个裱画的这个浆糊用的。
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面水。我们就把这个面呢，在这个面水里捏一捏，搅一搅，等会儿就会看到很多面筋。你看这种呢，就是面筋。这个面筋应该是可以吃的，可以做这个烤豆腐吃，烤那个面筋、面板筋，就是这个。你看哈，我这样稍微的一洗，这个面筋就出来了。你看这一坨一坨的就是面筋。我们要多搅一搅，多洗一洗。那么这个面糊呢，还要过滤啊，这个面水要过滤一下。面糊到时候熬成面糊了之后呢，面糊也要放到搅拌机打碎。你看这面筋都出来了。那么这个面筋我们不需要啊，不需要。如果要吃的可以留着蒸着吃可以。如果没有多少，可以不用要了。这样的你看面筋就在沉淀在底下了。那么这个呢，浑浊的白色的呢就是面水。我们需要把这个面水再过滤几次。我们需要一个过滤网，家里准备一个这样的过滤网就行。这个过滤网就是我们熬豆浆的时候就会有这个过滤网。把这个过滤网呢，放下面，然后呢，把面水往下倒，中间留一点。把这个面水往下倒。看底下锅里全是这个面筋，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不要了。我们只需要把底下这些面水再继续过滤个3、5遍吧，多多少少你看过滤网上还是有面筋的，把这个面筋呢倒到这个另外一个过滤器里。那么这个面水还要过滤个3到5次吧。我们把这个面水呢反复的过滤啊，把这2个反复的过滤。那么之前的这个底下面筋那些就不要了，我们把过滤好的水再反复的过滤啊。这是过滤第2遍，你看底下还是有一点。那么这一点怎么办？直接倒掉，不能再继续和这里面掺和在一起，要倒掉啊。发现底下的面筋，你看这个过滤网上的面筋，这个也要倒掉，并且要把这个过滤网再洗一遍，并且要把这个过滤网洗一下，因为它底上有面筋，我们再次过滤的时候呢，它会和其他的面掺和在一起。那这个锅底面还有一点面筋，我们也要把它洗掉，好，我们把这个锅放底下，我们继续过滤。这是第3遍啊，第3遍，这样往下一倒，你看底下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啊。你看过滤网上也有一点点。那这2个地方呢，全部倒掉，并且要洗一下。如果不洗一下，又反复的和这些呢掺和在一起了。所以我们每次过滤完了，把底下的这个洗一遍，再接着过滤。那么这个方法学会了，我们以后所有的作品呢都可以自己裱，浆糊都可以自己熬制。那这些浆糊一升大概能熬个脱换新能脱个40张左右吧，我试过能脱40张，小的啊，不是大的。啊，这是第4遍嘛。那么熬成这个样子就可以啊，这个面水过滤成这样子就可以，里面没有颗粒了，因为我们已经过滤了4遍了。那么接着把它倒到这个锅里，接着倒到锅里，锅底还是要刷一下啊，因为之前过滤有这个面筋在底下。那好，我们再过滤一遍，好，这是最后一遍啊，把这个面筋过滤出来。你看
还是有一点啊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不用再注意了。那么这些面水呢，直接放在打火罩上加热，一边加热的时候要一边不停的搅拌，拿筷子不停的搅。为什么要不停的搅？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是面粉，里面呢多少会有一丁点儿很小很小的沉淀物。如果不搅，加热的时候如果不搅呢，这些沉淀物在锅底上会糊成一个壳的，所以要不停的搅。开始大火，然后呢煮开了之后立马转小火，也是要不停的搅，就是全程都要搅，直到你关火为止。那么面水洗到这一步就完成了，紧接着就放大火上加热就可以。加热到什么程度呢？等它全部煮熟了，上面形成了一个凝固的，等它完全冷却了之后，它会有一个像豆腐一样的一个凝块。那么这个凝块呢，可以放搅拌机里打碎，如果你不用的时候放冰箱里，每次用的时候拿出来倒在搅拌机里把它打碎就可以。如果你觉得它太干了，或者有这种小颗粒，你可以加一点温水，然后把它倒到搅拌机里打碎。一般呢不用的时候你就放冰箱里，1个周之内用完就可以。那么刚才这一步呢就是洗面的过程，还有接下来就是加热，加热完了打碎，然后接着是透化型，就是这么一个流程。那么这次洗面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这一步呢是把这个面水放到打火罩上加热，在加热的同时呢，我们用筷子不停的搅拌，因为这个面水里面会有这个面粉沉淀物，如果不搅匀的话，底下会粘锅的，所以在加热的同时，我们不停的搅拌一下，多搅一会儿，直到这个底下没有结壳就可以啊。要是糊锅底了很难洗，所以我们在中火加热的同时呢，然后一边加热一边搅拌。等这个水烧开了之后，迅速用这个小火再进行熬制。现在就是在熬制这个浆糊，这个浆糊用于表化，所以我们这个浆糊呢不能太黏了，也不能太稀了，水分刚刚好，粘度刚刚好就可以啊。这是表化的最重要的一步。如果这个水里面有颗粒，我们在抹浆糊的时候呢，这个纸上就会有颗粒，会造成这个纸面上不均匀，所以这一步至关重要，要不停的搅哦，就顺时针打圈就可以啊。这个样子就是不停的搅，直到里面的浆糊啊全部搅匀，没有颗粒。速度快一点啊，看看我的速度怎么样。先转小圈，转大圈，慢慢转到最外一层。其实熬这个浆糊非常简单，也不用花钱，就是用我们正常家里的这个包饺子、包包子的这种中筋面粉，把它加点水揉成一个面团儿，醒个3-5分钟，然后呢把这个面团放在锅里，加点清水进行洗面，洗个3到5次就可以。洗完了之后呢，把这个面水拿个小筛子过滤一下，然后面筋可以留着吃，或者不用的话就可以给小鸡吃吧。那面水呢，我们过滤好了，倒在一个锅里，放在灶台上加热就行。加热的时候呢，搅匀，就像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一样，
我这一锅呢，大概有1.5升吧，能裱20到30张画。我说的这个是4尺4开的，或者是4尺3开的，20-30张啊。这个学会了之后，以后我们所有的作品都可以自己裱。我们裱画用的材料呢，就是浆糊、刷子，然后还有这个复倍纸。有条件的可以买复倍纸，没有条件的就用你画画，这种普通的夹宣或者生宣都可以，不要用熟宣，熟宣根本不行，膨胀度不行，吸水能力也不行。好，这样全部烧开了，关火，把火关掉，关掉也是不能停下来，也是要继续搅匀，继续搅。这个时候可以把锅挪起来，搅匀啊，直到它冷却为止。继续搅一会儿，一个也不敢停下来。就在它是很热的时候呢，搅的时候它才没有颗粒。一旦它干了，或者放冰箱里之后，它会上面有一层黏膜。所以通常上面如果有黏膜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放在搅拌机里，加点温水进行搅匀、打碎，然后我们才可以用。一般这个浆糊不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放冰箱里，盖上盖儿，大概能用1个周吧，1个周之内用完就可以，就是不让它臭了或者是馊了。有条件的里面呢，可以加点焦矾水，这样可以防止上虫子，但是也没有必要。通常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和家里的这个环境都非常好，用不着。一般呢，只需要把这个浆糊刷在我们这个画芯纸的背面，然后贴上复倍纸，然后等它晾干，然后一般就放在框子里，买一个画框或者是一个相框就可以了啊。等我们把这个操作完了，等它冷却完了，我们就可以裱画、脱画芯。我们再给大家仔细的讲，这样一直搅。如果你不想搅的时候，你可以放到别的地方，因为我下面打火罩里面还有余温，所以我想熬得更黏一点，所以我放上面继续熬，然后继续搅匀。希望这个视频呢对大家有帮助，有空的时候大家可以动手试一试。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呢，可以来问我啊。这是刚煮好的这个浆糊，还是要继续搅一搅。当它没有完全冷却的时候，要一直搅下去。给大家来个比较近的景啊，这个蒸汽太大了，会使这个太模糊了。等它完全冷却了，我再拍一个。这个就是冷却后的效果，上面有一层凝块，这个需要放在搅拌机里把它打碎。像这样啊，多搅个2-3分钟就可以。打碎后了呢，我们就可以用了啊。再仔细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打碎后的，上面没有颗粒才可以用。接着我就来给大家操作一遍，操作脱画芯啊。刚才这个是准备材料啊，还有一个没介绍，就是这个浆糊。浆糊的制作我们课程里有，浆糊是用家里的面粉制作的啊。这个浆糊需要洗面熬浆糊就可以。来，我们现在呢把这些东西挪一边，我们现在给大家操作一下，我们自己如何脱画芯。首先呢，找一张作品，这个呢就是一张小的作品。如果你是刚开始学
裱画，你可以找一张不好的作品进行拓画型。因为我操作的比较熟练，所以我用好的就可以。那么这个作品呢，背面朝上，正面呢这一面是正的，正面朝下啊，背面朝上，背面朝上。那我们把我们这个作品呢，背面啊都喷上水，背面都喷上水分。缩小一点，都不在镜头底下，这样可以啊。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作品背面均匀的喷上水啊，拿喷壶喷，均匀的喷上水分。均匀的喷啊。这一步是干什么用呢？喷上水分能使我们这个纸啊平整。因为现在它是皱皱巴巴的，所以需要喷上一些水分，让它舒展开。舒展开了之后呢，我们拿一个刷子，这个刷子是干刷子，我们把它扫平，从中间往两边扫，这样就扫平了啊。看这个纸扫平了，这面上呢是没有任何褶皱的，非常整齐。非常整齐。我们再检查一下哈，有哪一些地方的操作还不仔细或者不平整，我们可以再继续扫一遍啊。这是第一遍啊，第一遍喷水，第一遍均匀的喷上水分啊。然后第二遍呢，第二遍是刷浆糊啊，直接刷浆糊，从中间往两边刷啊，从中间往两边刷。刷的时候要均匀，如果发现哪个地方不均匀呢，可以来回的再刷几遍啊。横向的、纵向的都刷一刷。一般第一步喷水扫平了之后，这一步就非常简单，这一步100%是平整的。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浆糊啊给它扫均匀就可以，均匀的扫上一层浆糊。哎，这个操作也太快了吧，这个有点碍我事儿了。这样扫平了啊。如果发现哪个地方浆糊多了，我们可以来回的横向的扫一扫，纵向的扫一扫，把多余的赶出来，赶到边上，我们擦掉也行。这样就扫平了。扫平了之后呢，我们拿一些纸，把边上多余的浆糊擦掉。擦干净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贴复背纸了。如果这个边上脏东西不擦掉，等会儿就粘在复背纸上了。所以我们需要擦一下啊，最好是用这个卫生纸擦，擦完了直接扔掉就行。如果用抹布擦，还得洗抹布。好，这4个边都要擦干净啊。好，这就擦干净了。然后我们再拿一张这个复背纸，这个复背纸呢，可以是你画画的这个生宣或者是夹宣都可以。如果有条件的，你可以买复背纸啊。那因为我没有复背纸，我这张呢就是我画画用的这个生宣纸。然后我把生宣纸呢，右手把生宣纸拿好，全部拿好。那左手呢，左手给它对比一下，我们这个生宣纸每一个边要比我们这个画心纸大3公分。为什么要大3公分呢？因为我们要在4个边呢刷上浆糊，把它贴在板子上。那么
我们现在开始操作啊。操作呢，就是右手拿着这个纸，右手拿着纸，左手呢给它对齐啊。我们要大出3公分，那边上有刻度，一看就知道啊。我要大出3公分。好，先铺上，左手拿个刷子，从上往下扫，从上往下，从下往上扫。这个手呢，赶紧的拿一下啊，这个手不要突然一下就放下去，一边扫一边放，一边扫一边放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中间就已经铺平了啊。然后我们把边上多余的复位纸剪掉，我把边上剪掉啊。好，这边上大了一块，我把它裁掉了。然后这边呢也可以再裁一点，因为多了没用，多了最后刷浆我还得多刷，贴的时候还得多占一块地方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多余的直接用剪刀剪掉。如果剪的时候边上不整齐没关系，这个它只是刷个浆糊贴在板子上，最后都是要裁掉的。好，那这个样子就可以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拿我们的浆糊，在这4个边，在4个边刷上浆糊，4个边都刷上，刷均匀啊。如果哪个地方多了，你回去再吸一下，再扫到别的地方就可以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一般熬一次浆糊能制作20张，像这种小的可能还不止，像这个根本就用不了多少浆糊，很少，要打湿一下就可以了。那现在这个就已经4个边已经刷整齐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可以剪一块纸条贴在2个角上，随便什么样都可以。我们可以贴在这个角上，因为我一会儿要从这2个角把它提起来贴在板子上。然后我怎么提呢？一个手一个啊，因为这一面要贴在板子上，就这4个边不是刷上浆糊，这4个边贴在板子上，在中间这个地方就没有浆糊了。然后我们一只手提一个角，一个手提一个角，然后把它提起来贴在板子上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花心纸2个角提上了，我们贴在一个板子上。我们这个是门板啊，先2个手先从2个角放上，然后轻轻的往下压一下，让它粘稳了。粘稳了之后，我们慢慢手挪到中间，从中间这个地方稍微的使点劲儿，让它粘上就可以。这2个边呢，这个小纸条我们也可以拿下来，我们轻轻的啊，轻轻的把它拿下来。我们从下面开始把它接出来啊，接出来就可以。好，然后把左边也接出来，这样粘的就比较老实一点。好，我们需要做一下调整。然后拿一把刷子啊，这个刷子是干净的刷子啊。然后呢，我们把4个边让它贴稳。如何去贴呢？我们从4个边的中间开始，很迅速的从画心纸这个方向往外扫。那这个地方先不要管，我们管4个边的中间，从中间开始往外扫。
然后我们再扫扫下面的。好，先左边也行，很快速的啊，不能拖泥带水。然后我们调整一下下边，很迅速的从中间开始。好，4个边的中间已经贴稳了，然后我们再扫边上的，扫的时候也要迅速，不要使太大劲儿，轻轻的一扫出去。这个轻轻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迅速的把这个画里面的空气迅速的排出去，起到这个作用。发现像这样的吧，不平的地方没关系，再补一笔。你看，发现有这种的，这种完全没有关系，因为这块纸最后都是要裁掉了，只要我们画心的地方没有问题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再把4个角稍微扫一下。要是遇到像这种完全没有关系，等它干了什么也没有，扫一下就可以。好，看这块马上平整了。接着我们把这边扫上，这边也平整了。下面扫一下，这个地方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后面有一个东西，后面因为之前贴的那个纸没有揭下来，不过它干了，没有任何东西。然后我们再把这边上从画心纸往外扫，看这个地方也有点不平，这个也没关系，因为这底上有一张纸，这个干了它就好了。那么这样呢，就这么简单，这就贴好了。如果你发现有这种小的地方不平整呢，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，但是这些一点问题没有，等它干了全部平整了。我们只需要我们画心纸是平整的就可以，那边上这些小地方没有关系，我们要整体的绷紧了就可以啊，整体绷紧了就可以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一幅画心呢就全部贴好了。如果大家操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从4个中轴线的中间往外扫，从中间往外扫，中间往外扫，4条边的中间往外扫，那这样就算贴成功了。大家有时间在下面多练习。这个明天我们基本上这一晚上就干了，然后明天就可以把它揭下来。等明天干了，我再做一个视频，让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啊！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来一起见证一下啊！这个是昨天晚上裱的，然后呢，一晚上全部干了。我们仔细看一下啊，干了之后呢，这个画面呢效果更好，这个颜色更加鲜艳亮丽，更加细腻啊！你看这个叶子的这个面上都有纹理了，你看花呢都有纹理，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们再看看边缘啊，你看边缘的地方呢已经干了，你看边缘这个有一些地方不平，不要紧，这个都要裁掉的，只要画心纸的地方没问题就可以啊。来个远景儿，我们看看四株吧。我们先看看一圈啊，先四株看看一圈。边上会有一些裁纸啊不齐的地方，这个到时候我们用这个钉子尺给它裁掉就好。我们昨天看到这个地方有一点鼓，你看现在一点都没有啊。还有这个地方底下也有点鼓，是因为底下有一张纸。这样你看绷得很紧，我们画心纸很好，没有问题，颜色鲜艳细腻，这个呢画面平整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揭下来啊，揭下来你在这4个边的地方啊，4个边的地方，你可以拿一个小刀片呐，拿一个小刀片啊，
拿个小刀片给它裁下来，也可以不用刀片，轻轻的、慢慢的接，你看，慢慢的接也能接下来。我们看看背后是什么样子的啊？我们看看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来，背面是这样的啊。我轻轻的往外一拉，轻轻的往外一拉就接下来了。我们看看背面的效果，背面还是挺好的，很轻松就接下来了。那我们在家里啊，可以贴在家里的这个门板子上啊，或者是衣柜板子啊，或者家的桌面啦，地板呐，平整的地板啊，或者是镜子上也可以，玻璃上也可以，但是木板上比较好。那下面还有一幅，下面还有一幅，这个先不截了。这就是我们刚才接下来的这张作品。我们现在呢，要把它多余的地方裁掉。我们拿一个拐尺，拿一个刀片，把这个父辈纸多余的地方都要裁掉啊。裁掉之后呢，它就好看一些。先对准，一定要拿丁字尺裁啊，因为丁字尺呢，裁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画面呢，才直啊。要90度的，好，这样裁一下啊。好，这样就裁掉了一个边，我们再裁掉另外一个边，90度，你看这个边对准了，然后这个边就不会歪。现在我们有些同学呢裁歪了，就因为你是直尺裁的，要用丁字尺就不会歪。好，对准了一裁就简单了。好，再裁这一边啊。这个裁完了之后呢，直接装到一个画框里就可以了。像过年啦，或者是送人啦，都非常好，挂在家里。好，这个又裁掉了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就每个边对准了，沿着90度的角对一下就可以。这个边上都裁完了啊，我们看看画心纸的地方，画心纸就是这个样子啊，非常好。我们找个画框把它放进去，买一个框子啊，买一个像这样的框子。我们可以先买框子，再按照这个框子的大小来画作品，这样我们直接能放进去啊。好，我这个是家里以前的一个框子啊，我把它揭开啊，这个正面是这个样子啊，这个是正面的，它带有边儿的。我们买框子买带这种白边儿的比较好看一点啊。我们把这个拿下来，把我们这个装进去啊，看看是什么效果。大家可以买这种小框子啊。好，扒拉一下，这个边上这个扣子可以扣起来，扣起来，扣完了就拿起来，然后把我们的作品放进去。哎呀，正好，不大不小，正好。然后呢，把板子啊，把板子放上去就可以，再把扣子扣一下。
往下抠一下。是不是很想看到正面啊？我们翻过来看一下，好不好看？哇，这个太好看了，非常漂亮。你们在国内可以买这种中式的红木相框，我这个是欧式的，属于相框，但是这样也是挺好看的，这样就是完整的操作流程啊，是不是很简单，家人们？大家有空呢可以操作一下哈，因为你这样装好框子，你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出售都是非常好的。像这样一幅小作品，我可以卖到80-90欧或者100欧都可以，这个价格完全可以自己定，我定量200欧也是可以的。就是说你们弄成成品了，肯定是比一张纸要值钱多了。所以有条件啊，大家可以投资买一些材料，投资个200块钱，最多200块钱，你就可以自己做出来衣服。这样是送朋友啊，或者是自己挂在家里啊，或者你出售啊，都是非常好的。那么今天这个操作就到此结束啊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大家可以在群里联系我，或者哪一点不会呀，或者你在裱画的过程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，都可以跟我沟通啊，我都很乐意去帮助大家。也可以去给老师后台来一个好评啊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再见啊。